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属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好运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哦。好，Believing is seeing 这一张牌啊，哇，我们看到有一个孤独的身影，他坐在独角兽上。然后呢，他在云雾缭绕的一个高山里面行走哦。头啊上方有闪耀的一颗又一颗的星星，我们看到这些星光啊连成一线。这张牌啊是关于愿景的一个验证，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穿越迷雾的先知者，你们是先知哦，所以呢你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正在处于一种好像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哦，好像觉得哇，我自己在一个高海拔的地方，身边都没有同伴。那牌面上的迷雾代表了你目前的一个物质的一个现实哦，可能呢还充满了一些不确定，甚至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一个混乱。但是啊，大家要看到哦，你们是骑在独角兽的背上，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内在小孩，也就是你最纯粹的那个意志哦。我觉得你们虽然外在的环境有一些变动，有一些纷扰，但是你们的内心却慢慢的平静下来，甚至你有一种确信跟相信，你相信说虽然我还没有到达终点，但你知道你已经在那条路上，你有一种笃定感，你知道你会去你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这张牌的频率就是这样子的，
这组的朋友啊，你以前啊可能习惯的是眼见为凭，但是你现在开始感受到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性。你们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间就已经遇见了、看见了自己成功的画面，或者是说在某一个日常生活的瞬间，突然感觉到，我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然后这个讯息就注入到你们的脑海中，然后你得到这个讯息之后是非常的平安的。有些朋友你甚至能够看见那个未来过得很好的你自己正在向现在的你招手。这一组的朋友啊，你的内心越来越有这种触动，有这种感动的时候啊，你就会开始更有意识的过滤掉那些现实生活中打击你信心的人事物。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已经站在显化的最前线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的验证牌哦。哇，第二张验证牌，这个来自古代的一个缪斯，它是一个很厉害的能量哦。我看见你们被这个神圣的灵感触碰了。这张牌啊，有一个女生哦，哇，繁花簇拥，而且她的眼神是很慈悲又很庄严的。这张牌啊，是来自远古智慧的一个化身，代表说其实大家现在的频率正在跟某一个超越个人力量的这种巨大的能量所接轨。这组的朋友啊，你们最近或者说从以前陆陆续续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你会有一种开悟感。这种开悟感啊，并不是你读了哪一本书，或是听到谁跟你讲什么，这种开悟感更像是你的灵魂去跟宇宙的更高智慧做连接，然后你受到了一个深层的启发。你可能在通勤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是洗澡的时候，哇，我突然想通了一个困扰自己很久的生命课题，或者是说你们对于某一个事业、某一个创作有了全新的构想，这个构想啊带着一种神圣感，就是说你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某种灵魂的使命。同时啊，我看见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能量很清晰的时期哦，也就是说你自己会觉得哇，你自己的直觉变得很敏锐，对于一些伪善的人，对于一些不对频的能量，你就会有一种哇，我瞬间就想要离开，我瞬间就不想要跟他相处。你是非常敏锐的，可以去捕捉谁的频率跟你对不对盘。那你们可能会开始去追求一些有质感、有深度，甚至是带有一些古老文化艺术意涵的这些人事物。好，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要去学中医，或者是钻研易经，或者是说去了解一些这种古文明、古文化等等的，或是对于艺术啊这些领域啊非常的有兴趣。好，这种向内求的渴望啊，其实就是缪斯在对你们低语，他在告诉你说你们内在的宝藏即将要爆发了。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气质变得更加的沉静了。有些朋友你自己会发现，你对于物质的焦虑正在减少，就是你不会被这些物质来困扰你，不管这个是多或是少，对你来说你不会被物质所奴役，取而代之的是你会对于生命意义有一个深入的探索。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最近感觉自己正在被一股温柔但是却非常坚定的力量所保护着，引领你去走向一个更高版本的你自己的话，那这一组牌就是你们的牌，这一组牌的解读就是给你们的。所以接下来啊，你们要继续听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已经正在路上，正对着大家飞奔而来的今天好运，它会在哪一个时间点，以什么样子的形式来到大家的生命中呢？好，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们继续听下去。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塔罗牌的部分呢。我们第一张牌是力量牌。好，力量牌在说什么呢？哇，它是代表驯服生活中的一些混乱或是焦虑哦，它是一种情绪主权的回收哦。
好，第一组的朋友啊，你可能前一阵子或者到现在呢，会感觉到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像是猛兽的力量，让你觉得自己的内心有一点惶恐或是焦虑哦。比如说呢，如果有孩子的朋友啊，会觉得哇，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为小朋友操心操烦的，或者是说呢，你会怀疑说自己的教育方针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小孩子好像很难去管教，或是说很难去跟他讲道理，然后你想要往 A， 但是他却偏偏要往 B 之类的。那有些朋友只是在跟另外一半的沟通上会觉得让自己很生气，就是很上火，有的时候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那另外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面对的是一个财务边界的一个问题哦。有些人他的这个财务边界模糊，影响到了你。然后这张力量牌啊，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柔软的掌控力，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你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反转，也就是说你们不会再用愤怒或是焦虑去对抗你之前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这种猛兽，或者说一些让你烦心的议题。那当你自己稳定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跟你互动的另外这个人他反而会愿意去配合你。那另外啊，如果在职场上有一些人啊，他让你觉得芒刺在背，或者是说你知道他不怀好意的话，其实我看见你们内心的这个安定跟专业，还有你的一个就是内心的秩序感，会成为一个最强大的武器，因为你们找回了内心的秩序。当你心不乱的时候，那些原本让你觉得很头痛的一个家庭啊，家庭的摩擦，或是小朋友的教育的问题，或是一个让你觉得很头疼的一个财务的缺口，或者是说在职场中有一些就是对你虎视眈眈，想要做一些什么的人都会呢在你这个稳定的力量下被你优雅的化解，或是巧妙的化解，或是驯服。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要驯服的是自己内在的一个也许是猛兽吧，可能你看着别人在投资上啊，然后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就会后悔说为什么我之前投入的钱这么少，以至于没有赚到这一波，你可能就会有各种的情绪上来啊，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念头或是想法，说我要不要可能再去加大我的杠杆之类的，因为跟别人比较啊，好像会觉得哇自己没有赚的这么多。但是呢，这一组的朋友牌卡很明显的给你的灵魂指令说，其实你们真的一点都不差，但是首先我们就是要拥有的力量就是安抚自己的一个内在，同时你的内在安定下来之后，你也能够去安抚外在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猛兽。而且这波好运会让你在最混乱的时候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定力。这个定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大运开启的一个基石当你心定下来的时候，你做决策才不会出错，不会说别人这么做我就也要跟风去做，或是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其实根本就不适合你的决定。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圣杯十哇，宇宙给大家这么好的牌，圣杯十力量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在的平静。圣杯十就是大家外在世界的一个圆满的显现。选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对美好家庭的一个想象或是蓝图。所以呢，有些朋友你可能正在为你的这个下一代去考量一些比如说更适合的教育环境、教育的方法，或是学校等等的。或是有些朋友你正在为了一个更长远的一个目标默默的努力，比如说你的房子或是说你未来要置产在哪里，或是说你的这个房贷等等的。好，那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会让你觉得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你去承担了家庭当中比如说大部分的一个经济，或者是说一个情感上的责任。那这个圣杯十的出现代表说彩虹要出现在大家的家门口咯。你们过去做的这些努力或者说投资上的一些稳健的布局或
会迎来一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更具体的说啊，有些朋友你会收到关于比如说小朋友教育的一个好消息，或是一个问题，一个情绪的一个困扰被解决了，或者是说家庭家族中一个悬而未决的财务分配得到了一个公平的解决。那这个好运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财务上跟心灵上的一个安全感哦，而且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的，因为宇宙会调动所有周遭的资源来去满足圆满你对家的一个渴望，你对于未来的投资，对于小朋友的付出啊都不会白费。那圣杯也在告诉你，那个梦想的梦寐以求的这个和谐跟富裕的生活啊，其实已经在你的显化清单上即将要勾选完成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好，下面的牌也很厉害哦，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皇后。权杖皇后啊，代表说哇，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会迎来一个魅力大爆发时期哦。有些朋友你过去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是属于在别人情绪上的一个承接者或是照顾者的角色，现在啊，你们要变成一个完全的发光体，那你们会找回属于自己的魅力。比如说呢，你可能过去好长一段时间在忙你的家庭，或是忙自己的工作，或是说就是有很多事情让你超烦啦，你可能很久没有真正的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没有真正的为自己的这个目标感到兴奋了。那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处于一个长期的真的是担任照料者照顾者的一个角色，你会觉得好多的想法或者说你自己的魅力跟才华都被埋没在这些这种通勤啊家务啊工作啊这些琐碎的事情当中。那你看着其他人比如说光鲜亮丽的样子，你心里会觉得说哇，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到的，但是好像就是缺了一些时间，或者是说因为你把你的时间都分给别人了。接下来有权杖皇后预示着大家的魅力爆棚，有些朋友你们会快速的成名，还有你的贵人运会大开。这一波的好运特别有利于想要创业，或是你目前有副业，或是比如说你是在经营自媒体个人品牌，或是你的一个专业的人哦。因为呢你结合了你本身的一个专业的素养跟技能跟对于生命体悟的一个表达哦，会吸引到属于你的一大批忠实的一个粉丝，或是相信你的人，或是追随者。当你开始分享一些你对于专业这个技能，或是对于生活的独到见解的时候啊，不仅你自己的气色变好了，魅力变好了，同时啊，也会为你吸引到能够去提携你们的贵人。那这整个运势啊，会让你从比如说别人的照顾者，或是为别人而活的这个状态中跳脱出来，成为一个非常有自信，然后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在事业上发光的一个职场领袖。所以这波好运呢，就是要把大家推上舞台，让你自己看一看自己在舞台上是有多迷人，多有创造力哦。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不得了了，我们权杖女王、权杖国王都有了。哇，权杖国王代表的是一个资产跟地位的大跃进、大跃升哦。权杖国王他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你们会有一个绝对的必然的胜利，还有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有些朋友你可能目前生活的情境中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可能你面临某一些需要去决断的时刻，你需要去下决定，你需要去大胆的拍板定案。好，比如说一大笔这个资金要如何调度呢？或者这个资金要怎么来？或者说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决定，要不要转换到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跑道？或者说我想要找一个能够更加符合我自己心性，又能够生活平衡的一个工作呢？这一组的朋友啊，你可能很担心说我自己做错一个决定就会影响到接下来一连串的一个发展，甚至是影响到一些家庭的一个长远的规划。那这一张牌明确的告诉大家接下来你们的判断力会极度的准确，
因为啊，这个好运它是关于你的资产活化，还有地位的确立，还有你个人名誉、个人品牌的发扬光大的一波大好运。所以呢，你会在这么多复杂的讯息中，你能够一眼的去看穿、了解哪一个才是真正获利的机会哦。同时啊，大家也会像国王一样，重新呢去夺回、去取回家庭或是事业中的一个决策权。你们不再是这个委屈的受制于人的角色。那如果你之前呢有一些比如说财务上的一些烦恼的话，这张牌也代表说你们会找到一个最有利的执行路径。就是说，如果你之前这些财务啊、税务啊，或者是一些法律文书这种教育等等方面的一些犹豫不决的一个问题的话，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会找到对你来说是最棒的，然后也是最好走的这条路，这个解决方案去运行、去执行。同时你们过去累积多年的这个经验啊，还有智慧也会爆发，在这波大好运会完完全全的去提升大家的身价跟发言权。所以呢，你们要相信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你们会明显的看到人生迎来一波上升期跟高峰期。好，所以啊，大家你们拥有国王一般的视野。如果说生活当中啊，还是有一些令你烦恼的事情，你要记住，这些小小的恐慌，它只是云雨而已，它会过去。现在呢，是大家要大刀阔斧、开疆辟土的时候了。这个好运，这一波好运，它绝对会护航大家的一个想法跟意志力，让你能够显化的非常快速，所想即所得，你想的都会快速的显化到你的生命中。所以呢，这4张牌连在一起啊，我觉得它是一个从安内到攘外的过程哦。你们的好运之所以挡不住，是因为你们已经从一个为生活烦恼或者委屈的状态蜕变成一个能够掌握全场的女王跟国王哦。无论是你的这个家庭、婚姻、感情，还是金钱，还是职场的一个问题，接下来都会在这个爆棚、好运爆棚的运势中乖乖的被你掌控，乖乖的听从你的指挥，回到他们应该有的一个位置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祝福跟提醒哦。我们看到的是大天使加百列，还有保持选择的弹性。首先呢是大天使加百列，哇，这张牌真的很棒哦。大家看一下这张牌金色的一个能量哦，代表说大家哦你们的努力啊正在被宇宙广播。大天使加百列，它在金色的晨曦中腾空而起，然后它吹响了号角，代表说它的这个声音啊是可以穿透所有的云层，这是一个强大的宣告，你们即将要大名大放。这个并不是慢慢变好，而是哇，突然的一下子就显现出来，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家看一下画面中加百列他展开的这个巨大的羽翼，那个是一个充满保护能量的一个翅膀，而且是非常纯洁的，代表说其实你们呢在这些繁杂的日常的事物当中，会有一股神圣的力量为大家去撑开空间，就你不会觉得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你身上，让你好像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喘气。这个神圣的力量会为大家撑开空间，就像这个翅膀包围着你，在保护着你。所以呢，你们会在一些关键时刻有惊无险，因为加百列的羽翼在为大家遮风挡雨。好，加百列它同时也是传播跟沟通的天使，对应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长期以来你觉得不被理解，或者是说在婚姻中啊，总是另外一半喜欢跟你冷战，或是你觉得你传达什么他总是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很生气。
这个状况呢会有所反转。有些朋友啊，就是你自己可能之前一直默默的经营某一个专业的领域，然后你自己在经营你的这个事业，或者说在职场中默默的表现，你会觉得说好像都没有人看见你的这些付出，接下来呢，你的价值会被看懂。还有如果你之前在担心财务的状况，钱不够，或者是说小孩子的一个教育本质上啊各种问题夹杂在一起，可能会让你觉得孤立无援。但是大百列这张牌他在提醒你说，其实你的这些烦恼啊需求啊，他都有听见，他都有接受，他会来回应你，他会来帮助你。而且这个帮助它不是一次小小的改善，它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哇可以完全松了一口气的这种转变。那这张牌它也代表了一些有关于文书或是民生的好运，比如说如果你们正在申请某一些核准正式的公文书，或是一些补助贷款，或是等待一个录取通知、合约签署等等的，这张牌啊就是宇宙给大家的绿灯。那如果你是就是比如说用嘴巴说话，或者说你是靠文字说话等等的，你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你是一个这个表演者，代表说其实你的这些表演啊、言论啊、行动啊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吸引到真正对你相信而且是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你会有一种哇终于好运终于轮到我身上的感觉。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压抑你的声音，大胆的说出你的愿望，大胆的分享你的智慧。当你们去吹响你的号角之后呢，整个宇宙都会为你齐声合唱。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保持选择的弹性哦。这张牌其实非常明显了，大家看到就知道，你们其实接下来会像鲸鱼一样悠游在这个无限可能的大海中。在画面中啊，有一头巨大的鲸鱼哦，它在深蓝的这个海水里面优雅的游泳。那这张牌啊，四周还点缀着一些哇这种星辰的能量哦，水波的能量哦，它是一个非常有格局感的画面。也就是说这张牌啊，其实是承接前面所有强大的能量而来的。大家看一下这个鲸鱼的姿态，它是很轻松的哦，它并不是在逃，也不是在害怕，而是一个我在水中悠游自在的玩耍。也就是说这张牌其实在教大家不要因为太过紧张、太过紧绷而错过机会。所以这张牌啊，其实就是要疗愈大家心里那个非赢即输的焦虑哦，并不会说投资这一波没有赚到就输了，没有考上名校人生就完了，没有进入到这个工作，没有录取就怎么样了。其实不是哦，这张牌呈现的是海洋，海洋是无限广阔的。所以呢，如果你太想要控制结果的话，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就是变得很紧张，甚至像一块易碎的玻璃。而鲸鱼它的身体是柔软的，有弹性的。这一组的朋友，请你认真看一下这张牌哦。当你觉得原本的路走不通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哭泣哦，因为宇宙其实正在为你开启一条更广、更深、更富饶的道路。你的前方绝对不是没有路，而是你现在或者你以前到现在可能只盯着某一条路走，其实有很多路，你有很多的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份格局转化的好运。有些朋友在财务规划上会突然开窍，会发现原来资产是可以这样子的活化。那有些朋友比如说你在孩子的教育上，你会看见孩子除了读书之外啊，有其他的天赋，或者说在工作，在跟伴侣，在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会有某一些转念。这个转念会让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从一个比较比如说冰点，或是一个比较不是这么理想的状态，转回到是充满弹性，而且又能够连接在一起的状态。好，所以啊，其实你的灵魂啊是一头鲸鱼，鲸鱼就不应该被困在这个很浅的小池子里。所以大家你们要放下某一种
非黑即白的执念，或者说人生中唯一的某一个解答。当你保持弹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生命当中处处有路，处处是出口，处处是黄金，因为这份挡不住的好运啊，即将要留在大家的身边。好，所以啊，大家大天使加百列帮大家推开了机会的大门，吹响了成功的号角，而这份金鱼它选择的弹性，只是确保大家在好运涌入的时候，不会因为手忙脚乱，或者不会因为太紧张而错失良机。很多人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因为接不住。可是呢，你们绝对不会接不住，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国王跟皇后的权杖。所以现在呢，请带着天使的祝福，像金鱼一样悠游在属于你的丰盛海洋当中。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另外呢，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一份可能性或是机会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在灵性学习的这条道路上一起成长，一起更接近你想要的人生目标。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什么好运要来了。这个好运发生之后啊，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反转？然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好运出现的一个时间会以什么样子的形式来到大家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Spiral of Incarnation。 好，这张牌啊出现在这边呢，说明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清理期。你可能刚刚结束一段长达数年甚至更久的某一种模式，它可能是一个消耗你的工作，或是某一种生活的状态，或者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你维持很久的一个人设。有些朋友可能是你的一个发型，你的一个穿着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或者是说你以前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现在不再继续了。那这种感觉很像是你某一天突然醒来，会发现说，你自己好像过去一直在演某一个角色，但是现在你不想要再演下去了。那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最近啊常常感觉到莫名的好像很累，这种累呢不是说睡一觉就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魂啊正在进行深度的一个重组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明明我今天没有特别做什么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不大想讲话，不大想要社交，甚至有一个我就是想要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这样子的感觉哦。这其实是因为大家的内在正在进行自我修复，你们的潜意识同时也在翻动哦。有一些你以为已经忘掉的一个遗憾，过去做错的一个选择，或是旧的一个伤口，或是以前的一些事情，点点滴滴和某一个人相处的一个经历等等的，最近啊可能都像漩涡一样，将一圈一圈的浮上来。你可能会想起别人曾经跟你说过的话，不断的在你脑海中播放，或者是一段其实已经过去有一阵子了的一个关系，或是曾经你被欺负，或者说在学校在职场中受委屈的一个经验。这样子的想法啊，可能最近会一个一个的跑出来，这其实是一个讯号，代表说你们的灵魂正在换一个轨道。也就是说现在啊，你们是在重新的去长出一个新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很像在脱皮，这个时候旧的皮还没有清干净，但是你新长出来的这一层皮肤还很嫩。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啊，第二组的朋友真的特别的敏感，特别容易受伤，也特别的想要躲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我不想要再多说什么，我也不想要去迎合别人，或是我以前一直去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就不想要做了。你很多的事情啊都觉得我不想要再勉强了，或是觉得说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到最后可能会对某一个，比如说执念好了，或是说维持很久的一个习惯，或是以前一直重复去做的这个事情，你会很干脆、很利落的一个放手。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哦。哇，第二张牌呢 ，Earthwork， 代表说啊，你们的现实啊，现在要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位哦。有些朋友可能刚刚经历了这种搬家，或是有的朋友是这种转学转系啊，或者是换部门，或是生活环境出现了一些转变，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人的这个转变，然后也影响到你，会说因为他们就是你很在意的人，所以这个转变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你需要去适应的，需要去配合的。那你会觉得说，以前可以去运行的事情，现在好像不行了，必须要去调整。有些朋友，你们经历的状况是，你的内心可能还在漩涡里面，慢慢的整理一些回忆啊，或者说碎片啊，但是在外在的世界却要求你你立刻必须脚踏实地，你立刻必须要去重新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有点像是你还在疗伤，可是你已经被丢到一个新的世界，你好像就是必须要从新手村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子的走路，在一个新的地方去学习怎么样子的适应，所以有点像是你的内在正在重组，但是外在你又要必须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消耗能量的。有的时候第二组的朋友也可能会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想说为什么他们究竟要这么忙碌，或是为什么我究竟要这么忙碌，我真的还要再待在这里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然后更进一层去想你甚至会去想说，我这个念头是不是怪怪的？是不是只有我这样想，其他人都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生活？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我会去思考到下一个层次呢？其实呢，你们的能量很特别你们很像是走在一条充满雾气的这种迷茫的雾气的这个森林小径上，虽然目前看不清楚远方，但是大家要相信确定的是，你们的脚步其实走得非常的稳，而你们走的这条路之前没有太多人走过，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害怕，有一点不确定，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为什么会冒出这个想法？不是是因为你们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你们正在学习如何去带着这个重置重组过后的灵魂，在这个现实环境中去走出一条新的路。这个阶段就说这样子的重组到走新的路，这个阶段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生都会经历的阶段，可是你们会经历，而且一旦走过去，你们就会变成完全不同层次的人。好，这个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你觉得有符合你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来看一下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圣杯5、权杖10、权杖2，你们火的能量非常的强我们有3张权杖的牌。首先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阶段有件事情其实很关键，就是你们可能会开始回过头去看自己过去做的一些决定，有些决定你可能当下只是依着你当下的直觉去做的，或者是说你当下收集到的资讯，或者说你能够理解到的，你的认知范围是这样，就做了这个决定，或是你就是被这个环境被其他人推着走有时候你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原来那个决定是非常关键，是影响到后来人生的关键，它可能是有一点点幸运的选择，你当时不知道，但是你做了，你回过头来去看会觉得还好我当时有做这件事情。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懊悔，想要去
去改变，或是觉得啊，当时为什么这样子？那无论如何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开始去观察你当初是怎么做出那个对的决定。如果是幸运的决定，是因为你当时有听你自己的，还是你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要再委屈你自己，或是其实你已经觉得哪里不对了，所以你去做这个决定。好，你为什么会做出对的决定呢？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很幸运的选择它往往不单纯是因为运气，是因为大家当下能够去对齐自己。那同样的，你回过头来去看，如果觉得有一些决定啊，让你之后其实走得很辛苦、很消耗的话，你也不需要去责怪自己，你只要去回头看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在勉强，是不是在迎合，是不是在委屈自己，还是其实你心里早就有感觉，只是你选择忽略了呢？现在啊，你们在这个要学习重新走路的阶段啊，你们真的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赶快去走很多路，赶快做很多的决定，而是开始分辨说什么选择是对齐你们的选择，什么选择是消耗你们的选择。因为当大家分辨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复制那些对的轨道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哇，圣杯五它其实就是你们奇迹的起点，奇迹的起点就是从第二组朋友我们不再回头看了。好，圣杯五第一张牌它是告诉大家好运发生的一个前提。大家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人啊，他坐在沙滩上好像有点孤单，有点落寞，看着大海，代表过去这段期间呢，其实你们心里一直有一个坎，它是过不去的，或者说很难过去。这个可能是大家投入很多的心力，最后却没有成功，或是不如预期的一个计划，或者是你以为可以走到最后走在一起，但是结果却走散了的人也有可能它是一个遗憾，因为你一直觉得怀才不遇，你一直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想要去分享，可是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你们的灵魂之所以会疲惫，是因为你们一直分神去盯着那些已经在你身后已经失去的东西，已经在旧的时间线的东西但是奇迹也在这里发生了。这张牌带有5的能量代表说通常在几天到几周之内，你们会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感大家你们会突然意识到那3个倒掉的杯子，它里面装着的东西其实就真的是过去的东西，跟现在的你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呢，你的背后还有2个杯子，它的能量你是可以去使用的。所以呢，第一个好运它就是一种心境的奇迹，大家会对某个执着很久的人事物放下，你不会再去问说为什么是我遭遇到这些你们的频率接着会开始转变，而这样子的转变，这样子的转念就是奇迹发生的第一道裂缝。接下来是权杖10，哇，权杖10是一个压力到顶的能量，它是压力到顶之后会发生什么？它会发生一个能量大对调。这张牌很关键画面中这么多燃烧的蜡烛，看起来真的是压力极大，所以很多的朋友你们可能真的责任感很重，身上扛着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扛着现实家庭或是工作中处于一种长期的这种高负荷的状态，你们的压力已经到了顶点，而这个顶点正是转变的临界点。为什么呢？因为权杖10这个10的能量，它通常代表一个阶段的尾声。那这种变化多半通常会在几周之内慢慢出现明显的转变。权杖10呢，它代表的是一个阶段的终极完成，接下来它会变得以一种就是这个负担可以减轻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生命中。也就是说某一个压力它被移除了，或者说你担心的事情你可以放下了，你不再就是生活当中不再有一些新的这种支出你需要去承担，或是有一些新的麻烦的状态，紧急的状态你需要去解决，你可以把你的时间心力跟体力都保留下来。
也就是说整体的能量啊正在重新分配，可能你之前大部分都投入到一个让你劳心劳力的这种事件或情境中，现在的能量可以收回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权杖二，这张牌也很重要，因为大家这个是你们好运的核心，它代表的是新方向的出现大家看一下，门已经打开了，画面中的人啊，他站在拱门前看着远方的光，代表说大家你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选择的阶段那权杖二的能量啊，在几周到几个月之内，你们会遇到一个需要做选择或是转向的机会，可能是新的工作的机会出现啦，你可以去选择，或是你人生的新方向。也有的朋友你遇到的是这个机会是过去你没有认真考虑过，它可以变成你人生选项的一个机会。那这种好运啊，它有点像是你们的视野被打开了，你可能会开始发现原来人生有别条路可以走啊，原来有别的选择啊。就是当你可能还在1、2楼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可能在100楼有这么多的机会，这么多的资源，可是你们现在视野已经打开了，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因此你会发现可以供你使用的工具选择资源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仔细想一想，这些机会其实不是完完全全陌生的，其实你最早的时候，你内心就有感觉，就有想过，只是之前可能没有实际的去落实，实际的去行动。好，权杖四，它代表的是一种很安稳、很实在的感觉所有的动荡跟转变都会在权杖四这边安稳下来它是很稳定的一张牌。大家看一下画面中2只小猫咪，在这个温暖的灯火下，很安稳、很舒服的待着，代表说哇，大家你们要进入到一个可以放松安心下来的状态。权杖四的四代表的是一个逐渐要迈入到稳定的阶段比如说关系的稳定，或者是说一个可以让你感到非常安心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或是整体的生活你会觉得非常的踏实，有前景，有结构，有盼望，或是说长期以来困扰你的这个健康的一个议题一个状况终于有了明确的解决的方法。那这张牌也跟家庭有关联代表说其实当你稳定下来之后，你身边重要的人，比如说孩子或是家人或是你的父母亲也会跟着进入到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所以大家要仔细看你们的牌能量流动其实是很完整原本可能卡在过去，然后压力到顶，接下来整个视野被打开，最后回到稳定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转变的过程。情绪释放过后，压力转换之后，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机会出现了。接下来接收这些机会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宇宙想要给第二组朋友什么样子的提醒跟祝福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是镜面的世界，第二张牌是17号牌无为之道好，这2张牌作为结尾牌其实画面感真的很强一张是这个蓝色的深邃的这个湖水般的镜面的世界，另外一张牌是充满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无为之道，代表说其实宇宙要给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外在世界的显化其实是大家内在频率的倒影。大家看一下水跟草地，水是陆地以外的世界，草地象征的实实在在的一个耕耘也就是说呢，这2张卡片是你们奇迹显化的最后2块拼图。深蓝色的水跟翠绿色的草地，水陆合一的一个能量大圆满。我们首先来看到镜面的世界这张牌画面很安静，水面上有一颗透明的圆球其实这张牌是在呼应我们影片一开头看到的验证牌，你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灵魂的碎片、灵魂的漩涡，那些非常疲惫的感觉，
这些经历都是在把大家的心去磨成这个晶莹剔透的镜子。为什么呢？因为宇宙想要对大家说，你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倒影。为什么你的好运会爆棚？为什么奇迹会发生哦？因为你终于把内心的焦虑、恐惧，还有对过去的遗憾给清空了。你们的心啊，此时此刻就像这面水镜一样，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清澈。那外面的财富、机会跟贵人也会像这颗圆球一样，自然而然的映照在你们的生命中。所以大家，你只需要维持你的内在高频率，你们就会感受到这个由内而外去显化的奇迹。好，看一下这个结尾压轴的祝福哦。有一个小女孩非常舒服的躺在开满这个黄色小花的草地上，旁边呢还有她的可爱小伙伴，可爱的小鸭子。这张牌跟前面那张冷色调的镜面牌完全不同哦，它是一个充满生机呀，然后很温暖的、很感性的一张牌，代表说哇，你们好运爆棚之后，最终的状态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显化。你以前真的太用力了，你看你以前要扛着这个权杖10的重担去生活，但是这张牌想告诉大家，接下来大家你们是可以去放松的。你之前种下的种子，你对于未来的规划，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一个自动成长繁殖的一个阶段了。你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很焦虑的去监工、去担心。宇宙希望你们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学会躺下来，去享受阳光，去感受泥土的芬芳。宇宙也想要传达给第二组的朋友说，你们已经辛苦了很久了，现在啊，真的请允许自己去进入到这个无为的状态。当你不再试图去掌控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整个大地的资源啊，太阳啊，草地啊，花朵啊，他们都会来到你身边去支持你，去滋养你。所以其实你们的好运的形式，它会在你最放松、最开心跟最爱你自己的时候，不断的去涌现冒出来，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呢，这个水陆合一的平衡的能量啊，就是宇宙想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跟提醒哦。你们并不需要成为很厉害的超人，你们只需要成为那个可以自由自在躺在草地上微笑的没有烦恼的小女孩。好，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哦。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你也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或是新的机会的话，很欢迎加入这门课，一起学习，一起对标你的人生目标。好，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的奇迹好运哦。这个奇迹好运呢会怎么样的发生在第3组朋友的身上呢？首先呢，我们一样来看一下验证牌的部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2张验证牌。隐藏的这个通道，第一张牌的能量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呢生命中即将或者说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精密的转折。我们看一下画面上展现出一个是发光的洞穴的入口，然后这个入口是在上面的，所以有点像是你们如果直直的往前走可能不会发现，但你要抬头往上看你才会发现，诶，那边有一个入口哦，可以进到下一个世界，或者说它是一个洞穴的出口。好，这张牌非常的漂亮啊，翠绿的苔藓，还有湛蓝的水流哦。这张牌在讲什么呢？第3组的朋友啊，最近可能会发现说，你滑手机的时候特别容易看到某一类资讯哦，或是听别人分享的时候，突然有某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你，或者是说你脑海中反复的冒出同一个念头哦，这些都不是巧合，这个就是宇宙要给你暗示的这个路口，或者是对有些朋友来说它是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啊，这个
动啊，它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或者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好发现的，因为它是一个隐藏的入口嘛。这个选项啊，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你明明就已经有感觉了，但你敢不敢去承认它，敢不敢去抬头往上看呢？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啊，路就在前方的时候，你敢不敢去抬头，去选择一条在上方的路呢？所以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卡在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你可能并不是不知道，其实这里有路，只是你没有敢去承认说啊，我知道其实上方有路，然后我要去选择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是呢，哇，其实你们已经有在想了，你在想说，如果我真的去做呢，会不会成功呢？也就是说啊，这个入口，这个新世界的入口已经近在眼前了。其实这个入口，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旧环境的出口，新世界的这个入口，它的光其实已经照在你身上了。只要大家放下固有的执念，仔细去观察，其实你们真的就站在门口了。可能你已经看见了光，但是你还没有走进去，所以会抽到这张牌。你们绝对不是找不到路，相反的，很多朋友，我觉得目前的你的状态已经开始摸索，已经有了一些头绪，甚至已经有看到这个光的来源哦。接下来这张牌很厉害哦，它是神秘的钥匙哦。钥匙不在未来，解答不在未来，就在大家现在的手上。也就是说，现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就有你所想要的答案，这个神秘的钥匙。同时这张牌代表着你的内在觉知哦。画面中有一只手，它很优雅着拿着绽放的花朵，它的手腕啊印着神秘的符文，还有眼睛。它代表什么？代表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们确定已经知道答案了，你已经知道了要怎么做。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啊，你们最近会发现，哇，我的观察力很敏锐，你开始看懂很多的东西，可能是投资的节奏，职场的潜规则，或是你突然发现，很多人其实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只是他比较赶而已。所以你们并不是这个瞎子摸象，你们并不是盲目摸索的人，而是你们已经拿到解答。这个解答，这个钥匙就在你手里，就看你要不要去运用。虽然你内心其实会有一个很真实的想法，说其实你也做得到，其实你也看得懂，其实你也会，只是什么？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开始，你还没有真正的走出去，循着这个光走出去而已。重点就是在这个指示。你们敢不敢去承认你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们现在并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时机不对，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做到哦。大家看一下画面中手握的花，代表说其实你们并不是在等待，因为你手里已经有花了，你们现在正在创造，钥匙就在你手上。这也说明了力量不在遥远的未来，而在现在的你的手上。还有啊，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状态很像在一个临界点，你可能已经想好了方向，甚至连怎么开始怎么走都大概知道。但是有些朋友你还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或者是说一个让你觉得没有风险你再去行动的时刻。但其实呢，机会不会在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出现，你们现在就可以去出手，因为你已经拥有精准的去获取捕捉目标的这个洞察力哦。所以你到底要不要用你手上的这把钥匙去打开神秘的门呢？你要不要对自己手里所握有的这个力量去展现你的信心呢？其实这两张牌合在一起，就是在讲你们真的不是没有路，你们只是在差最后一里路，就是你的那个勇气，你的那个行动。具体而言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研究，查了很多的资料，甚至去试了，就是尝试过了小规模的尝试，但是你就是没有100%的把你的心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所以这组牌其实是来提醒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绝对不是那个迷茫的还在找路的人，你们是已经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钥匙的人。在这个命运真正的分叉点哦，看现在的大家哦，
已经拥有能力的大家，已经掌握关键的大家，有没有勇气可以拿着这个钥匙走进去？好，以上是第3组朋友的验证牌。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状况，或是你觉得听了有感触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接下来的讯息哦？哇，第1张牌来了。第1张牌是权杖五哦，哇，权杖五我们看到画面中兔子拿着火把在交锋哦。这张牌啊，很多人第一眼的感受是觉得很混乱，很有竞争力，会感到压力。但是呢，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就是这些混乱是为了帮大家筛选掉一些不够格的人。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处于面试升迁，或是你正在竞争某一个特定的职位的过程中哦，你可能会觉得哇，周遭有好多的竞争者，或是有好多的声音，甚至你觉得人家是不是比你强，或者是有人会要扯你后腿。其实这个就是权杖五带来的能量场。很多朋友在这个阶段会觉得很混乱、很恐惧，或是觉得有很多的竞争者。但其实啊，这张牌出现代表说机会来临的时候，你们也会去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这场混乱为什么要来呢？这场混乱其实要帮助大家筛选掉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人，他是一个假装的人，他是一个好像膨胀的人，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正在面对一场硬仗，或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一个伴侣，他们现在也在面临什么样子的比赛跟竞争的话，请你记住，你们最终呢能够赢，是因为你们站到正确的位置上，而且你比谁都更清楚真正的目标在哪里。真正的目标其实不是其他的兔子，也就是说并不是要把其他兔子给打败，而是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这轮满月。所以呢，当大家都在乱挥舞这个火把，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们才是那个能够稳稳站到最后被选中的人。所以这张牌代表说，第3组朋友，你们有一种胜出的能量，而且这个胜出的能量啊，会从你扩散到你的家人身上，所以你们整体的家运会开始反弹哦。大家你们会成为最后被选中的人，而且你会慢慢的发现，有些人本来很张扬，声音很大，最后啊，慢慢的他们会露出马脚，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战场上，或者说自己撑不下去了，他们就离场，或是露出他的马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那么厉害。而大家只要持续稳住自己的火把，你不用用力的去跟别人斗，你只要持续的站在这里就好。那刚刚说过，这个能量是你赢了之后呢，整体家运的一个提升的讯号。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不是跟其他的兔子一起加入这个混乱的这个战局，而是你要保持你的专注力。当你们不再被外在的杂讯声音干扰之后呢，你的频率就会跟这一轮满月，就是你最终的目标对齐哦。大家要注意哦，真正的赢家并不是那个打架最厉害的人，而是在这个混乱当中，这个乱世乱局当中，能够看清楚目标跟出口在哪里的人。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在烦恼考试啊、面试啊，或是在准备一个可能很多人在竞争的一个机会，宇宙想要告诉大家哦，放下这个烦恼心跟比较心。宇宙现在正在帮你做一件事情哦，他在替你劝退那些竞争者。会被劝退、会被筛选下来的人，都是那些内心不够坚定、准备不够充足，或是只想要投机的人。他们都会在这场混乱中自己体力不支就倒下。你们最终会胜出，而且这股能量会保护到你的家人。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也正在经历考验的话呢，这张牌的能量也会分享给他们，他们会成为最后留下来的那个胜利者。所以大家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去管觉得别人的火把哇比你大比你亮，不要去管别人，你只要把握好你自己。因为竞争不是为了击败其他人，而是为了去证明你自己是可以持续的站在对的位置上，你持续的站在这里，而且比别人更有耐心。
这样子内核的稳定的功力啊，就是接下来所有奇迹显化的基础。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看到金币骑士这张牌，哇，这张牌很厉害哦。我们进入了金币骑士的阶段，这张牌的力量非常的沉稳哦。骑士呢，在守护着他的领地，代表说大家的财务跟生活进入到一个实质的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朋友，你们的财运要大爆发了，你们拿回了对于生活的掌控权了，你可以大胆的规划你想要的未来哦。如果你过去啊，因为财务状况觉得很不安全或者很不安心，常常要担忧的话，现在一切都会反转。你会发现哦，有些朋友原本卡住的款项进来了，收入啊不仅变得更加的固定，而且它是跳升的翻倍。那有些朋友你会结束某一种手心向上的日子，就是如果你过去都是有一点像是需要跟某一个人拿钱或是要看人脸色的生活，这样子的生活啊要结束了，你们会拥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安心感。还有啊，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的收入、工作、你的人生规划会进入到一个可预期的稳定时期哦。你们会感觉到啊，我的生活不再那么紧张了，一切的事情开始有了方向，我能够控制抓得住我的未来。这个真实感会让你从焦虑中解脱，你呀会看的你想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完成，成果一个一个的落地，这种安心感呢会让你晚上能够睡得好觉。还有啊，大家仔细看哦，这匹马它其实是非常的稳定的，它没有胡乱的冲，它是非常的沉稳的，在这里看着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说你们要像这匹马一样，看着你的资产跟回报慢慢的成长，这样子你稳定下来，不要乱冲乱跑，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接住这份福报。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牌哦。我们有了钱之后呢，下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2。哇，这张牌哦，生活稳定之后啊，感情跟关系也会跟着转变。圣杯2啊，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祝福啦。这一组的朋友啊，在过去哦，可能你为了维持关系的和平哦，你们总是比如说先低头、先解释，或是先去妥协。但是这种单向的配合可能会让你觉得能量渐渐的枯竭哦。那圣杯2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哦，你们的灵魂共振时刻来到了。这张牌啊，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两只狐狸，它们在平静的水面上对望的，这个牌是非常的美的，成双成对。好。你们以前可能过得很辛苦，总是需要解释，总是需要耗能，但是现在啊，你们会遇到跟你同频共振的人哦。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会遇到一个不需要你解释太多，就能够读懂你心意的人，因为这张牌的核心好运就是不费力，你不需要再去好像很用力的去解释一件事情哦，对方就能够心领神会，然后你们之间呢，关系的流动是非常的和缓跟平顺的，不会有那种很激烈的冲突或是很戏剧性的一个张力哦。那如果呢，你们是有另外一半的话，你会发现哦，有一些沟通开始慢慢的变顺了。比如说，如果你们有一些金钱的议题，比如说卡住的这个金钱边界，或者你觉得这个金钱分配不是很公平，应该要谈一谈，或是有些情感的隔阂啊，现在啊，在圣杯2的催化下，其实是有机会去和缓去谈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其实代表你们关系的复利来临了。当你整个人的状态对了之后，你会发现，不仅你的心境温柔了，身边的人也会以温柔去回报你。那很多人呢会直接把圣杯2想成谈恋爱，但其实这张牌啊，除了感情上的一个连结之外，它更代表的是一个能量的衔接哦。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工作上，如果你过去常常会遇到一个就是你要跟他解释老半天啊，他也是比如说听不懂，或是还把成果做错，你就会觉得啊，真的是沟通的这个效率很差，然后又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传达。现在呢，这种状况要结束了。就是说你过去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一件事情，现在圣杯二会让你的沟通成本降低，因为沟通成本降低，你就可以保留更大的能量哦。这样子不顺的，比如说职场上的一个沟通也要结束了。那同时啊，很多朋友你会遇到一个契合的贵人跟伙伴。这个契合的贵人跟伙伴呢，他是一个你不需要去苦苦追求的关系哦，因为他是对的人，他会自动的出现在你的对面，就像这两只狐狸一样。只要你先学会对准自己之后啊，自然你的贵人的伙伴会被你吸引而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一哦。好，圣杯一哦，好运啊，就像泉水一样自然满溢出来，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全面性的顺遂，你们即将迎来全线翻牌哦。圣杯一啊，是大家新生命的开端哦，它代表的是哇，全方位好运的来到，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好像单点一个一个的小确幸，它是一种整体氛围的改变。你可能会觉得哇，你的呼吸都变得好顺畅哦，原本很难缠的这个琐事，现在好像轻轻随手一推它就解决了，或者说你只要一出手它就轻松的被化解了。这种感觉是你本来会觉得生活啊好像在打仗，就像权杖五，好像你需要去逆流而上，你要去抵抗很多的事情，现在整个水流转向了，你会变成顺流的一个状态，好轻松哦，借力使力，你不用出力就可以到达你想要的目的地。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求好运，因为好运已经满溢出来了，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丰盛。当你的心不再感到匮乏之后，世界所有的资源都会开始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呢，它是一个王者归来的路径，从混乱开始到平稳到对齐，最后到流动。这个路径啊，其实会看得出来你前面经历的这个权杖五的这个竞争跟磨难，其实都是为了最后这一刻美满的来临哦。那大家你会明显感觉到生活进入到轻松流动的状态，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而且安心了。原本你觉得很难过去的一些人生的关卡，过去之后回过头来去看，好像也没什么。所以大家你要相信，你已经度过了那个最冷的冬天，现在呢是收成的时期哦。你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很紧绷着去防御去对抗。圣杯一它是一个流动的能量哦，事情啊往你这个方向靠拢，好运往你这个方向靠拢。现在水流转向，大家只要放下桨，船自然而然会带领你前往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它是一种灵性上的放手，当大家不再执着的要掌控一切，真正的奇迹它就会发生。好，我们看一下最后宇宙要给大家的提醒跟鼓励哦。第一张牌是点燃心之火光哦。好，画面中的这个女生呢，她坐在高处哦，她坐在一个岩石上，她的手高举着一盏灯哦，去对准满天的星辰。这张牌在告诉第三组的朋友说，你们的力量从来都不在外面，而在于你是否去愿意点燃心中的那盏灯，手上的那盏灯。因为啊，宇宙已经把所有的好运的能量都铺在天空中了。但是如果你内心的那盏灯是熄灭，如果你一直在自我怀疑，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话，那么即使宇宙给你这个满天的星光，在你的眼里可能只看到黑暗。所以点燃心之火光是很重要的，你需要去相信自己值得这份丰盛，你不需要再等待别人来救赎你，而是主动的去提起你的心之火光，点燃你的心之火光，并且站在高处。当大家点燃了心之火光之后啊，你就会听见宇宙之声。所以这张牌呈现的是一个能量的波动，是宇宙在跟大家对频的过程哦。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说，我听不到指引，我找不到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心可能太嘈杂了。这种焦虑，这种对未来的恐惧，就像讯号干扰一样。所以呢，仔细看一下这两张牌哦。
宇宙想要提醒大家，你们真的不需要等待太阳升起，或是不需要等待谁来帮助你，因为你本身就可以发光。很多人在遇到竞争啊，或是困境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去找一个外部的依靠，希望有人可以拉自己一把，或者说希望运气突然降临。但是点燃心之火光这张牌很明确的在告诉你，这场翻盘的关键不在于外在，而在于你内心的那盏灯是否亮了。这盏灯代表大家的配得感跟信念。当你开始相信你自己是值得这场胜利的时候，当你不再委屈自己去配合别人的节奏的时候，你手里的火光就会跟宇宙的星辰去对平。所以主动的去点燃你的热情，主动的去表达你的需求。当你站得够高，灯点得够亮，那些属于你的机会跟贵人都会自然而然循着光来找你。好，那最后10号牌宇宙之声它呢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彩虹般的波纹，它代表的是频率跟共振。很明显的，它想要跟你说，宇宙无时无刻都在对你说话，包含那些大家突然冒出来的直觉，或者是莫名其妙想要去做某件事的冲动，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的一句话，这些都是宇宙在导航你的声音接下来你们会全面翻盘，其实就是因为你们接收到了宇宙之声，你们听懂了宇宙的指令。之前可能因为太多的焦虑、恐惧，或是社会给你的框架，这些干扰、这些杂讯，让你听不见正确的指令。所以呢，请大家接下来要特别留意自己的直觉当你感觉到有一股能量在推动你，这个就是宇宙在带领你要去进入到圣杯1的这个喷涌的状态。那10号牌它代表的是一个轮回的结束跟圆满，也就是说过去那种听天由命的混乱的状态已经结束，现在呢大家可以和宇宙共好，和宇宙共谋。当你听懂这个宇宙之声，宇宙对你说的话，你的人生会进入到一种不费力的顺流的状态。好，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大家听完解牌之后也真的要确实去学会如何点燃心火，去去除那些会阻碍你丰盛的负面信念。那这边也推荐米娅的塔罗课程给你，这不只是一门塔罗课，也是一门帮助大家拿回命运主导权的实战课。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快点去迎接不费力的丰盛的话，请点击资讯栏下方的连结，我们一起在这门课程中成长蜕变。